my name. All the people here, you know my name. 个个都想装熟，熟人手让你很有脸。你给我是香点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我说什么看什么听什么穿什么爱什么都想来指点，矜持一点。我不是你的谁，那个谁，我不会让你消沉。多远一点，你不是我的谁，那个谁，你的跟我不相连。我不想跟你颠，特别他妈浪费时间。给我 shut up， get up， back up， before 我翻脸。胡说，他们都爱指指点点，看我就像光神灵都不远，不用你说，不用这种表演，这种表演换取你的视线，有种就会躲在屏幕后面，有种我也不会害怕道歉，我的世界一直离你太远，与你在变，红了你的双眼，这度的我何必要说，等不了我不接受，那个多点我讲，嘿。哇，有送餐服务啊，最开心的就是老板。对咯，员工吃饭的时间缩短了，就等于我们增加了工作的时间啊。用原本用餐的时间来工作呢，是没有 OT 的，所以吃亏的永远都是我们这些员工。若琪，孕妇不是不能吃生冷的食物吗？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只要不要过量，应该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现在几个月了哈？胎稳了没有？才1个多月。1个多月。1个多月的话，那就是明年6月生。哎，6月我们很忙的。那6月还有学校假期啦，还有什么 Great Sales， 一大堆大促销活动要做哎。那如果他放产假的话，就剩下我们这几个，哇，我们3个不是要忙得要死？你就好了，怀孕大过天，工作放一边。不如我们叫 Oliver 请个人来代班啦。Sorry 哈，公司有 headcount 的。你们不要误会我侮辱女性。我觉得做女人很划算。如果怀孕的话，就可以挺着肚子坐在家里，不用做工，有薪水拿。哼，如果我是女人啊，我每年都要生1个。你以为生孩子这么容易啊？做工是朝9晚5，做妈妈是1天24小时，没有得休息的。如果是working mom更惨，又要照顾家庭，又要兼顾工作，你真的以为这么容易啊？在家里有压力，在工作上又有压力，这么多压力压下来，女人不踏一点，怎么顶得住？你们男人就轻松咯，回到家什么都不用做，还整天批评我们女人做得不够好。OK， 都是我不好，我道歉。你们女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生物 ，OK？ 这个不用道歉，本来就是真的。钟哥，我看你以后还是别说这种话了，小心被投诉性别歧视啊！还有，之前性骚扰的教训还不够啊？洛奇啊，你有没有想过辞职啊？这样公司就可以多一个 headcount 给我们呐。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，不会增加你们的负担的。你不要误会我在逼你走啊，我只是担心工作压力对你的胎儿不好。其实若琪，你跟波商量了没有？他有没有说他会负责啊？他该不会是想让你一个人担当新妈妈吧？哎，其实哦，你们是几次复合的？说啊。对咯。进来，你找我？坐。这是客户给我的巧克力。你不喜欢？你以前怀子宁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吃甜食。在公司谈公事就好。我们现在的关系不一样了，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就算你什么都没做，也会被人闲言闲语。我已经习惯了，一点都不介意。我介意。好，我以后会注意。
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脚抽筋。楠楠，坐下，小心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别人看到就不好了。你之前怀子宁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动不动就脚抽筋。记得要多喝点牛奶。你睡觉之前也可以先用温水泡脚。放心吧，很快就不会有这些困扰了。你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？我很了解你，我就是不相信你会忍心杀死自己的孩子。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。你怎么会是一个人？我可以跟你一起抚养他长大。你说的是金钱上吗？我没有怪你，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假装什么都没事。你有你的生活，你跟 Olivia 可能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孩子，到时候他算什么？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。罗西，不要因为我和 Olivia。我不是因为你跟 Olivia， 我是为了他，为了自己。罗西，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下个星期会去动手术。你打算一直这样隐瞒下去吗？不如在他发现以前，把真相告诉他吧。一开始我真的以为我怀孕了，还以为老天爷在给我一个机会，重新回到我原本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你的报告出来了，你只是因为荷尔蒙的原因而有了怀孕的假象反应，并不是真的怀孕。当我知道我假性怀孕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跟永熙坦白了。但是我又想起我怀子宁的时候，他有多关心我。子宁出生之后，我们一家三口有多幸福。所以永熙后来问我有没有怀孕的时候，我一时有了冲动，才没有把真相说出来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也非常后悔，但是我担心永熙知道真相之后会讨厌我。我真的不希望永熙讨厌我。那有什么是我能帮到忙的？暂时帮我保密好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找个适合的时机跟他说出真相的。相信我。
现在这个情况，不太适合喝酒吧？心情不好，点杯 mocktail 来欺骗自己，不行吗？你确定这不是 cocktail？ 你上次骗我你爷爷的事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我一点都不怕，因为如果你怀疑的话，我会想另一个谎言来盖过。再怀疑，我就再想另一个。这么多谎言，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吗？如果是真心为你好的人，何止压力大，还会很内疚，会觉得自己像是个混蛋一样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再骗你，我不想你把我当成混蛋。我也不想别人把我当成混蛋，尤其是如果他真的很关心我，像以前一样的照顾我，我不想再骗他了。所以，你并没有怀孕。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，耍些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不过我挺意外，你进步很快。以前总觉得做人要有原则，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。但后来慢慢的发现，其实就算你不去招惹别人，别人也未必会放过你。所以 boss 那边，他做决定了吗？但是看得出他真的很想陪在我身边照顾我，但又放不下 Olivia。我说的话可能不太中听，但 Olivia 在 boss 心目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，不会那么容易动摇的。是时候推 boss 一把了。你没有上他的家找他？当然找过了，他也不在家。你说若琪会不会是瞒着我们，偷偷跑去做手术了？你有没有他之前去做产检的地址？发给我。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你真的想要把孩子拿掉？我做什么决定不关你的事，反正你也不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既然你做不了决定，就由我来做吧。有个人想跟你谈一谈，你先听听他说什么好不好？爹地跟你说了，咪，我知道你怕爹地以后不会照顾这个孩子，这些事不用你担心。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，很多事情我都懂，你可以跟我讨论，不用什么都瞒着我。可是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，但我很感激你和爹地把我带到这个世界里。我想 ，baby 也是这样想的。你可以不要把 baby 拿掉吗？您想多陪陪你，你就暂时搬回来住好吗？
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次算他有良心，懂得接你回来照顾你，你就不要太倔强了，搬回来住，好好的安心养胎，好不好？你一个人在外面住，我们也不放心，你就当成是为我们两个着想，让我们少为你操心。好吧。太好了，妈咪要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子宁想多陪陪若琪，所以我接了若琪回来住一段时间。我帮你准备客房。我一心只想阻止他去堕胎，没想那么多，对不起。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他把孩子生下来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早就应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以你的个性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袒护弱者。真可惜，装软弱不是我的强项。如果你想回到他身边，我不会阻止你。我不会回到他身边。我爱的人是你，这你不用怀疑。可能我比你更了解你吧。搬回去了。多谢你这个军师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能不能把人抢回来，你接下来的表现才是关键。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一定培养出了很多小默契。你要从生活细节下手，勾起他依赖你的感觉，让他感受到你才是最适合陪他过日子的伴侣。而他跟 Olivia 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激情，有把握做到吗？有我女儿的支持，没有什么是难得倒我的。其实我真的想不通，他因为另一个女人离开你，把你伤得那么深，根本就不懂得珍惜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他付出那么多，值得吗？先生，10多年的感情啦，你要我说放弃就放弃，我做不到。我们以前真的很幸福的。你说的是以前，你们的感情已经变质了，你还不如多爱自己一点，或是让懂得珍惜你的人来爱你。我一旦认定了某个人，就不会改变了。就像朋友一样，我一旦把你当朋友，永远就只是朋友，不会有别的。你相信平行时空吗？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平行时空，那在另一个世界的你，可能已经不喜欢永熙，而跟你在一起的人，
是我。不管是这个时空的我，或是另一个时空的我们注定是没有缘分的。钟哥，听说若琪已经搬回去 boss 家住了。是，我也听说 Olivia 是被轰走的。哎呀，真没有想到若琪这一招，母凭子贵逆转胜，哎呀，真的了得！哎，真的傻人有傻福。什么傻人有傻福？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阴谋，故意让自己怀上 boss 的孩子。哇，那我看 boss 以后会被这2个女人折磨到很惨。那也是他活该啊！谁叫他有大脑不用，用下半身来思考啊？ Sorry 哈，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。你看，就像我咯，我对我老婆一向是忠心耿耿的。我看你是有色无胆，敢想不敢做吧，钟哥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啊！你这样的话，人家会说我性骚扰，不要这样。不要这样，我怕会打破饭碗，不要这样。哎呀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哎，我听说洛奇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 boss 的啊，不是 boss， 那会是谁的？伟堂最近跟他走得很近，还处处维护他。可是建廷对他也很特别嘞。还是台灯请他进来公司做工的吗？哦，有可能。哎，你靠得这么近做什么？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人家说你骚扰我。哎呦，我骚扰你，我还怕人家说我瞎眼呢。哼。哎，丽丽。早。我帮你吧。子宁在帮我们准备早餐，你好了就可以出来吃啦。好了。蛋倒进去，小心哦。火关小一点。你爹地喜欢半生熟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很好看。 Good morning。 Good morning, Daddy。你看，这是我煎的蛋。我建议妈咪回来是要她好好休息，不是让她像以前一样一大早帮我们做早餐。可是我很久没有吃妈咪做的早餐了，我不想再吃那个冷冷的麦片。再说，我也有帮忙 ，OK？ 你妈咪站久会累的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我又没生病，反正我也要吃。我帮你吧。小心啊！Daddy， 你的早餐。Daddy 吃，妈咪吃吧。吃吧。你出去开早餐店一定会赚钱的。你们开始吃了。是。我买了一些早餐。一起吃吧。好啊。Daddy， 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小学同学 Adrian 吗 ？Adrian，哦，那个每次捉弄你的男生。记得啊。是啊，我也记得，有一次你哭着回家，说 Adrian 欺负你。
结果我跟 Daddy 要去找他的爸爸妈妈理论，发现他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还买了一堆礼物和参考书给他。那时候子宁很生气，气我们买礼物送给他最讨厌的人。那时候还骂我们是叛徒。你知道什么是叛徒吗？叛徒不是在说你们吗？明知道我不喜欢他，还买礼物给他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你妈咪的主意。你知道不是我主意的，对吗？一定是 Daddy。太好了，妈咪要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在爱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今天是他，明天很有可能就是我。不会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不过爱情是没有永远的。你只是在我身上找到了新鲜感和刺激感，是你在你前妻身上找不到的。这些感觉都会消失，到时候我也应该消失了。我知道我不该在你正式离婚前跟你开始这段感情，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。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都惦记着你，担心你是否定时吃饭。我多么希望可以天天陪着你，看见你笑。Olivia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我们一起为这段感情勇敢一次，好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两个有孩子会很好吗？我不觉得啊。我不会是一个好妈妈，而且这世界上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完成，而生孩子不是其中一个。现在不想，或许以后会想吗？应该不会。但是科技现在这么发达，如果以后我想要生孩子但生不出，我们可以做人工受孕的。Oliver Cheng。陈小姐，今天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林医生，我想多了解做 IVF 的整个过程。好，首先要让你知道的是，你之前在我们这里储存的精子和卵子有可能在解冻的过程中受损，但以 statistics 来说，成功的几率是50 to 60%。如果你决定做 IVF 的话，我们会从你储存的精子和卵子中挑出最健康的来做结合。大约3天后，确定受精卵发育稳定，就将它植入到你的子宫内。手术后的2个星期，必须在家好好休养，不能做激烈的运动，还有尽量不要有压力。待会儿喝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大方，让我带若琪回家住。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方。男朋友接前妻回家住，我也会吃醋的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担心若琪会胡思乱想，想让子宁多陪陪她。我也是女人，我也会胡思乱想。那天我看到你们一家人相处的样子，我觉得自己很像局外人。
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放开我的手。不会了，我会像现在一样，紧紧地抓住你的手不放。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是我想共度下半辈子的人，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。我想跟公司请假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妈妈想出国探望亲戚，我想多陪陪她。好吧，我会想你，快快回来。嗯。你是唯一真心站在我这边的人，但是如果你想跟永熙说，我明白你的出发点，也不会怪你的。但是永熙好不容易有可能回心转意，如果你跟他说的话，我们真的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也谢谢你。但是可以不可以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？可以吗？干嘛这么惊讶？这个 project 我也有份，走之前就过来看看。剩下一些收尾的工作而已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需要帮忙尽管开口。Olivia 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肯定会盯得很紧，所以不能有差错。Olivia 忍受自己的男人跟前妻纠缠不清，还真不容易。不过，我反而更加同情若琪。我之前跟 boss 稍微谈过，他对若琪根本没感觉。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是为了对孩子负责。但若琪显然不是这么想的，我觉得她还抱着希望，以为可以跟 boss 复合。如果让若琪知道 boss 真正的想法，不知道她受得了打击吗？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吗？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我们要怎么帮？而且现在若琪整个人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沉迷在自己建构出来的幸福假象里，根本不听别人的劝告。好了，你别做得太迟，我先走了。哦，记得 work smart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之后再找你吧。你刚才找永熙，是想跟他说我的事，对吗？对不起。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我不想看着你继续错下去。永熙他只是同情你，根本没有想过跟你复合。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你在自欺欺人呢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？Olivia 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陷害我？我是为你好，这些跟 Olivia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3个字是什么吗？
就是为你好。这只是用来满足自己正义感的包装。我心里要的是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为什么要迫害我的幸福？真正为一个人好，就应该在他做错事的时候拉他一把，而不是让他继续错下去。真正喜欢的一个人，希望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而不是变得更糟。你喜欢我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想你再继续错下去。总之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你们需要那么开心吗？我们是在笑那2个傻瓜，又不是在笑你。我还真的笑不出来哎。我进公司唯一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挽回我的老公，现在事情搞得那么复杂，这要怎么收拾啊？收拾什么啊？是他们自投罗网来送死的啊！你去当你的女王，尽情的蹂躏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帮你获胜的士兵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他们对我真的很好。唐若琪，你已经蜕变成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了，不需要对那些男人仁慈的。你到底有什么绝招能够招蜂引蝶？教我几招啊！你学来干嘛？你要搞婚外情啊？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我只是说说而已。我跟你说啊，光帮他抢回老公，我已经心力交瘁了。你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你不公平，你只疼若琪不疼我。有啊，我现在就疼你啊！谢谢。对，说真的，人家对我那么好，我却利用他们，会不会有点过分？也是你要有本钱才可以利用人家啊。是他们心甘情愿的。说的也是。妈咪，为什么突然让我看这些旧照片？我也想回顾一下美好的回忆啊。你看，你学会走路都比别人慢，当初我还担心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你一开始学会走路哈，就到处乱跑啊。Oh my god， 我在做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你在托儿所学到的一首歌，然后你就回来表演给我看。真的假的？我看起来好傻。怎么会呢？你看多可爱。这些都是你表演的样子了。妈咪，你为什么拍这么多同一张的照片？怎么会一样啊？表情不一样啊。我都舍不得删啊。妈咪真的很希望可以继续留在你的身边，记录你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妈咪，你不是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了吗？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像以前那样了。妈咪现在的努力是希望我们一家3口可以继续在一起。但是如果你Daddy到最后还是选择Auntie Olivia，我们还是要分开的。到时候让我最痛苦的就是我不能像现在一样每天看到你。你是妈咪的宝贝。我当初要跟你分开，我真的很痛，就好像我的身上切了一块肉一样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很失败的妈妈？你才会选择跟 Daddy 在一起？不是的，那时候我想的是说，如果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家人肯定无法回到像以前那样。可是如果我跟着 Daddy，我
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找我，一定不会放弃我。对不起。谢谢你让我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帮助了我的好朋友。他最近因为一些事很苦恼，今天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笑声甜品店的 case 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董孝成不肯退让，坚持不退租，完全没有商讨的余地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再给我2天的时间，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给你们2天的时间会有什么不同吗？这个 case 我亲自处理。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我之前如果说了什么让你心里不舒服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没恶意，也很清楚你的想法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躲着我。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？当然。董先生，董先生，你好，我是凯翼集团的 Olivia。你想怎么样？直接说吧。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女儿才会保住这间店的。其实我认识一名律师，他非常擅长打离婚官司。我问了他，他说他很有信心，可以帮你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。只要你愿意跟我们提早解约，我可以介绍这名律师给你认识。至于赔偿金，你倒可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不用了，你走吧。董先生，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提早解约，我真的不能保证你或者你女儿不会有事。你想对我女儿怎么样？你现在是威胁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碰我女儿的话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没有成功的把你爹地抢回来，妈咪失败了。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你跟我说。还是你哪里不喜欢的，我可以改。其实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但是你没领情，还变本加厉开始耍手段。若琪为什么要假怀孕？她这么做对她有什么好处？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跟你分手，你应该会回到若琪的身边。你们记得吗？几年前，Olivia为了要逼一间商店提早跟我们解约，她做了什么？你们觉得 Olivia 会不会被这样子啊 ？CEO 都说了 ，huge crisis， 可能会被开除。 You are right.